啊，明眸皓齿，肤若凝脂，五官精致，妩媚的眼波。这同情里的橘色佳人是我苏青青？哦，这大爷的，我这是穿越了？老娘10岁上战场，风里来雨里去，没想到有朝一日能长出这种鸡蛋似的脸。哎呦，哎呦呦呦呦，这跟拍西瓜似的。哎，接受这命运的安排吧。不接受能咋办？这也回不去了呀。要是能回去，一定千刀万剐了那个敢给老娘放黑剑的王八犊子。殿下，殿下，殿下，也就是说，原主是个公主了。我去，白灵，那原主是在吊脖子自尽。殿下，镇国公府窦大姑娘来了，已经朝咱们这边过来了。您不如不见吧，奴婢将她支开就是了。镇国公府窦大姑娘，她过来了，这原主的婢女怎么结成这样啊？进来说话啊！白灵，凳子啊！哎呀，殿下，您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这天底下的好男儿多的是，您何必只黏着沈大人呢？您这样，陛下和皇后娘娘要多伤心呢！殿下，命是自己杆儿的，您不能这么……好了，我这不是好好的，你哭什么？不知道原主是个什么性子，不过自己征战几十年，在沙场养成的性子，怕是与原主不怎么相符。若是极力模仿原主，哼，做不到。做人还是要做自己。啊，殿下怎么感觉怪怪的？以往殿下听到窦大姑娘的名字都要咬牙切齿的，更不要说窦大姑娘亲自登门了。按照以往，殿下都要冲出去直接开骂的。啊，今儿怎么这么冷静？原主这是为情所困了。哎呀，感情是原主喜欢这个什么狗屁沈大人，但是沈大人不接受原主，所以原主悲痛欲绝之下吊脖子自尽了。然后正好我被人万箭穿心，所以就是现在了。你刚刚说谁来了？窦大姑臣女窦姿若参见荣阳公主。你来干什么？按照往常，荣阳公主只要一见我，就要上来厮打辱骂我的。今儿怎么这么安静了？而且她安静了，怎么给人一种更加可怕的感觉？殿下居然稳稳地坐下了，难道说殿下痛定思痛，已经想通了？殿下心里一心一意地念着沈大人，而沈大人心里只有窦大姑娘。只要窦大姑娘一出现，殿下脾气就要失控。然而每每这个时候，总能被沈大人撞上殿下欺负窦大姑娘。这殿下何曾欺负了窦大姑娘？哪一次不是被窦大姑娘言语挑拨的？偏偏殿下不争气，不论沈大人怎么嫌弃，我家殿下就是心悦人家的紧，为了沈大人什么事儿都做。哼，真是替殿下不值。臣女求殿下成全，臣女腹中已经有了沈大人的骨肉，臣女不求与殿下并肩，只求殿下能许臣女入府做个妾室，臣女必定好生侍奉殿下。有了骨肉？你这么不自爱，还没成亲你就怀了骨肉，你爹就不揍你的呀？你们镇国公府都是你这样的吗？你娘也是你这样的吗？啊，这荣阳公主居然能说出这么扎心我的话。荣阳公主那么蠢，3句话不到就要把公主的威仪教训人，今儿怎么？窦大姑娘心头正琢磨，忽地听到脚步声，
立刻左手狠狠地掐了自己右手一下，眼泪哗的落了下来。落泪这一瞬，后腰贴上一只大手。苏青青，我是绝对不会迎娶你的，趁早死了这条心。以后你若再敢欺负若若，休要怪我无情。若若，我们回去。苏青青今儿是怎么了？神夜都这么说了，苏青青居然无动于衷。臣女求殿下了，臣女只求一个妾室的身份，望殿下应许。望殿下应许。你做什么？这个恶毒的女人也陪你这般，我不许你这样糟蹋你自己。慢着，哼！本宫再说一遍，给我站住！他家殿下这是真的放下了，居然对沈大人用了本宫二字。这一瞬，吉祥激动的想哭啊！放肆！荣阳公主的话，沈大人也要违背吗？来人！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不管你要做什么，我都不会娶你的。苏青青嘴角噙着一抹冷笑，从大殿内慢慢走出来。将军的气度，走起路来自然也是旁人无法达到的气势。本宫问你，你我之间已经有了婚约了吗？哼，还以为这苏青青变了性子呢，原来还是个蠢货。苏青青，你不要做梦了。莫说陛下没有下这赐婚，就算是陛下下这赐婚，我沈夜宁愿自断官职，也不会答应。没有赐婚就行。沈大人果然是个情种啊，为了美人，宁可自断官职。本宫岂能拆散鸳鸯啊？这话不对呀，苏青青这蠢货怎么说出这种话了？沈哥哥，快放我下来！乖，你知道就好。说完，转身又要再走，结结实实打在沈夜的面上，一声脆响，震惊了所有人。天哪！苏青青这个蠢货居然打了沈夜，他要做什么？沈哥哥，苏青青，叫我殿下。本宫是公主，你是个什么东西？居然也敢直称本宫名讳！苏青青，你不要太过分，你这是得不到我的人，就要恼羞成怒吗？本宫这是告诉你，什么叫做尊卑有别。吉祥，去将沈大人家能做主的长辈请来，另外将镇国公给我叫来。本宫倒要问问，本宫这寝殿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闯进来撒野？本宫面前是不是谁都能直呼本宫的名讳？若是能，本宫认了；若是不能……苏青青这个蠢货，居然有这么强的气场，怎么可能？一看到沈夜，就低三下四，百般讨好，连句高声的话都不敢说的苏青青啊！他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又要搞什么把戏？我告诉你，不管你搞什么把戏，我沈夜绝不会娶你这种蛇蝎之人。哼，就算你跪着求娶本宫，本宫也不会嫁给你这种货色。你心放到肚子里，本宫现在只想追究你的大不敬之罪。去给本宫搬个椅子。诺。工人立刻执行，不光搬来了椅子，甚至还搬来了一张小桌子，桌子上贴心的准备了茶点。本宫不与你多言，本宫等你们府上的长辈来。说完，苏青青捻起一小块糕点丢进嘴里，好吃，又捻起一块。苏青青这个蠢货，突然开始对沈夜摆公主的姿态了。不管是自己还是沈夜，以前对苏青青那样，都是仗着苏青青喜欢沈夜。
可人家到底是公主，嫡出的公主，皇上的掌上明珠。如果当真要计较大不敬之罪，我和沈烨只能受罚。窦自若想到的，沈烨也想到了。殿下，臣女与沈大人当真不是有意冒犯，臣女只是想要求殿下恩准臣女一个妾室名分。如果令殿下不悦，臣女……你做什么？怒斥完，心里却不像以前那样理直气壮，甚至有点发虚地看着苏青青。本宫不喜欢有乱物靠近，离我远点。都给我闭嘴！本宫不想听乱舞聒噪，再说话莫要怪本宫宫规伺候。这个人完全不是苏青青，苏青青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怎么可能转变这么大？怎么可能？不怕，有我呢。镇国公府和沈家都在宫外，家里人要来，怎么也得小半个时辰。没有等到他们家的人，苏青青倒是先等到了另外一个人，带着一群宫人，柔妃直奔苏青青寝殿。窦自若是她娘家侄女，窦自若和苏青青之间的事儿，她自然是知道的。每次都是苏青青落了下乘，着实让她心里痛快不少。柔妃娘娘到！你是谁？窦自若当即眼泪再次扑簌簌的落出，甩着小手绢朝柔妃扑过去。姑母，不知公主和她说了什么，怎么受了这么大委屈啊？虽是平常语气，可苏青青到底听出了兴师问罪的意味。大爷的，老娘的娘是皇后，你算个什么东西？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这个未婚先孕的姑娘的姑母啊！哼，果然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他一步向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苏青青。自若究竟犯了什么错，惹怒了公主？公主大人大量，还是放过她吧。温柔的语气，求情的话，偏偏听着刺耳。苏青青拍拍手上的糕点屑，起身，几乎用逼问的语气，苏青青再次说道：“你是在教训我？以什么身份？柔妃的身份，还是未婚先孕姑娘姑母的身份呢？”未婚先孕4个字对柔妃而言犹如烙铁，烫得她全身难受。这是皇上的掌上明珠，她还是知道分寸的。以往苏青青蠢，想要收拾苏青青，只需要用沈烨2字就足够了。心思一转，柔妃满目怒光瞪向沈烨。好个沈大人，本宫竟然不知沈大人居然有这样的本事。你不过是一个6品小官，就敢惹怒我们荣阳公主，你好大的胆子！臣知罪，只是请娘娘明察，臣实在是不愿娶荣阳公主为妻，臣心里只有若若。苏青青一脸关我屁事的表情，立在那儿，眼见着柔妃看过来，立刻说道：“你是在替我做主吗？”这2个人不知怎么就闯进我的寝宫，而且一口一个苏青青，直接称呼我的名字。你若是替我做主，我感激不尽。啊！柔妃只觉得心头像是被大锤锤了一下。这不对啊！苏青青怎么是这个反应？她不是最在乎、最宝贝沈烨吗？这是认真要治罪？算起来，柔妃娘娘也算我的长辈了。有人对我大不敬，娘娘应该不会坐视不理吧？宫规，娘娘应该比我清楚吧？吉祥，你去看看，镇国公和沈家的人怎么还没到啊？情有可原的便算了，若是故意不到，这估计又是一条重罪，是吧，柔妃娘娘？柔妃心头又一跳，
他把苏青青的人给截胡了。公主息怒，我让他们两个给您赔个不是，不过几句拌嘴也值得惊动朝臣，这不是让陛下为难吗？为何为难呢？陛下心疼公主，肯定是护着公主的，可为了几句拌嘴，让陛下责罚他们两个，这不是寒了人心？哦，你说的有道理，为了几句拌嘴，的确是不能寒了人心。柔妃心下一喜，朝窦自若递了一个眼色。不过，作为在宫中多年的柔妃娘娘，您当真觉得一个朝臣之女，一个朝臣，对着我直呼名讳，只是拌嘴吗？如果你说是，我就承认这是拌嘴。对嫡出的公主殿下直称名讳，当然不是拌嘴。可现在让他怎么说？承认这是拌嘴？如果苏青青告到皇上那里呢？皇上必定盛怒。不承认这是拌嘴，那他话儿都说出去了。在宫里熬了这么些年，柔妃第一次觉得说话为难。沈夜立在一侧，冷眼地看着苏青青。公主殿下不要闹了，此事皆因臣而起，公主心头有气，冲着臣来就是，何必为难柔妃娘娘？你，哼，你算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还一副我很有担当的样子。公主当真有？就凭你的身份，若不是本宫素日抬举你，你没有资格与我说话。窦自若瞧着，心下彻底慌了。如果苏青青执意要治罪，她必定是要吃苦头的。就算勉强进门，那日子，而且她未婚先孕的名声，搞不好也会被传开。柔妃是她所有的希望了。姑母，你也闭嘴，她没资格，你更没有资格。本宫和柔妃娘娘面前，我们没有问话，谁给你的胆子让你开口的？启禀殿下，殿下派去请郑国公和沈家大人的宫人给柔妃娘娘拦下了。一句话，柔妃一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不是，公主，你听我解释。下意识的，柔妃放低了姿态。哼，我听着呢。来人呐，去请父皇。柔妃登时脸色大变，窦自若吓得快要尿了。沈夜铁青着脸看着苏青青，捏紧了拳头。臣答应迎娶公主。哼哼，就凭你，也配？你到底要怎样？苏青青懒得理他，转头一屁股坐下。柔妃娘娘自便，我等父皇来。这次啊，柔妃娘娘应该不会拦下父皇吧？相较郑国公和沈家家主的迟迟未到，皇上来的就非常快了。不就是荣阳公主忽然想开了，不打算嫁给沈夜了吗？瞧把皇上给激动的。现在好了，当爹的总算能给闺女出气了，皇上能不激动吗？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着急把朕叫来？父爱的浓烈扑面而来，苏青青心头顿时一暖。父皇，儿臣想好了，儿臣不想嫁给沈夜了。想通了就好啊。说吧，你又看上谁了？父皇一定支持你。儿臣陪伴父皇还不够呢，不想这么快嫁人。说罢，苏青青立刻转移话题。他堂堂大将军说这种话，一次两次行，再说下去，肉麻的自己个儿都受不住。父皇，儿臣身为公主，却有人对儿臣直呼名字，不经过儿臣的同意就进了儿臣寝宫，这算是大不敬了吧？皇上扫了窦自若和沈夜一眼。自然是。那大不敬之罪要如何治呢？青青想要如何治就如何治。柔妃瞧着皇上对苏青青的态度，心头只觉得酸涩愤怒。同样是公主，她的公主怎么就比不上苏青青这个贱人？父皇对儿臣慈爱，可这两位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如果按照宫规处置，难免寒了朝臣的心，儿臣不能给父皇添麻烦。苏青青递了柔妃一眼，柔妃，贱人。既是青青如是说，
那便去请镇国公和沈策。有皇上同传，镇国公和沈业他爹沈泽飞速抵达。臣参见陛下。你的儿子6品朝臣，为官也有半年了，居然连基本的尊卑有别都不知道了。你这个做父亲的，究竟是不用心教他，还是你认为朕的女儿不配被他尊重？沈泽忙低了低身子，倒是不多害怕。荣阳公主对他儿子一片痴情，他是知道的。只要荣阳公主在，就不会为难他儿子。犬子冲撞公主，臣罪该万死。陛下恕罪，臣必定好生责罚他。哦，那你不如与朕说说，你要如何责罚他？这荣阳公主怎么还不发话？按照惯例，这个时候荣阳公主不是应该向皇上耍脾气，然后让皇上让步吗？听不到荣阳公主的声音，沈泽心下疑惑极了，忍不住抬头朝她看去。沈大人看本宫做什么？莫非本宫是沈大人的儿子？如妃恨不得撕烂苏青青这张嘴。沈泽一愣，有些错愕。皇上是一脸的欣慰。不愧是朕的女儿，痴迷不悟的时候有些傻，一旦清醒了，果然是好样的。沈大人说呀，你儿子冲撞了本宫，指着本宫鼻子直呼本宫的名讳。沈大人在朝为官多年，知道这是什么罪吗？我父皇仁慈，体念沈大人劳苦功高，这大不敬之罪，由沈大人您自己个儿定夺。此时沈大人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怨怪我父皇了？陛下明鉴，臣不敢。到底出什么事了？好端端的，这荣阳公主怎么就不替儿子说话了？可这个时候也不敢问儿子啊。公主说，沈业对公主犯下大不敬之罪，可能明示臣。哼，沈业，今日本宫可是有过召你入宫啊。不曾。没有本宫的邀请，你是怎么进了本宫的院子的？你一个外臣，如何进得这内宫？陛下明察，臣之所以能见公主的寝宫，实则是因为之前公主说过，只要臣愿意，臣随时可以进来。这话以前的苏青青是说过，可皇上自然不会有沈业这混蛋拿捏自己的女儿。本宫之前说，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来。那么今日的事，本宫就可以理解为是你主动来这里的了。是。哼，你主动来这里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见本宫呢，还是来为了骂本宫呢？臣唯恐殿下欺辱窦大小姐，特意来找殿下说清楚。臣心愿窦大小姐，并不想迎娶殿下。所以这就是你对本宫直呼名讳的原因吗？是公主殿下要求臣直呼殿下名字的，并非是臣自愿的。皇上气得瞪眼。那本宫之前还要求你娶我呢，怎么本宫要求你娶我你就做不到？本宫要求你对本宫大不敬，你就愉快地做到了，是这样吗？沈大人，不如你来回答吧。沈家的家规就是如此吗？你们是瞧不起本宫呢，还是瞧不起谁呢？为什么同样是本宫的话，他能有选择的执行呢？这是什么道理呀？荣阳公主这话问的实在是刁钻，能是什么道理？当然是我儿子不想娶你，你又死缠烂打，低三下四，屡屡央求，这怪得着谁呀？当然要怪你自己，是臣教子无方。你承认你教子无方了？那好，本宫和父王仁厚，给你一个教子有方的机会。
现在你教吧，教给他什么叫尊卑有别。听闻沈家家法严苛，朕也想见识一二。沈泽，打板子吗？沈泽不认为这件事他儿子错了，根本就是荣阳公主自己个儿的错啊。其实犬子一直是新月公主的，只是她性子别扭，嘴上才不承认。不就是为了婚事吗？应了就是了。皇上心吓一跳，糟糕，该不会女儿被这话刺激的又重新喜欢沈夜了？他是太心悦本宫了，所以让窦姿若怀了他的孩子，然后唯恐本宫不知道，今日特意让窦姿若登门告诉本宫，是吗？镇国公顿时大惊，错愕看向了窦姿若。什么？你怀了沈夜的孩子？窦姿若早就被吓得瑟瑟缩成一团，拼命的流泪。公主何必逼问一个弱女子？是臣心悦若若，情不能自已，与若若有什么相干？父皇，这下不光是沈夜对儿臣大不敬了，沈大人似乎对父皇也是欺君呢。他刚刚还说沈夜心悦儿臣呢。儿臣累了，儿臣想回去睡一会儿。哎呀，仅仅处置一个沈夜怎么够？没有家里大人的纵容，沈夜怎么敢？苏青青一走，皇上就彻底明白他女儿对沈夜没的感情了。欺君之罪，沈策，你有的辩驳吗？沈策欺君，罪不可赦，念在其政务辛劳的份上，罚俸10年。10年？沈泽现在已经40多了，再罚俸10年，那不是等于以后的政治生涯都要白干了？沈夜对公主大不敬，撤职，永不录用。皇上说完，凉凉看了镇国公一眼，抬头走了。什么？撤职？永不录用？我做错了什么了？凭什么要被撤职？凭什么要被永不录用？未婚先孕，你也做得出来？窦姿若被镇国公一巴掌打得险些跌倒，嘴角渗着血。父亲，女儿没有真的怀孕，是沈夜哄我，是他让我这般和公主说的。他说只有这样，公主才不会纠缠他。父亲可以让大夫给我诊脉，我真的没有怀孕，我就是被沈夜说他手里有父亲的把柄，让我必须配合他。我若是不如此，他便要将父亲的把柄交给陛下。女儿怕沈夜害父亲，才如此的。窦姿若一番话直接惊呆了沈夜，明明是窦姿若自己告诉他的，是他说他有了他的身孕，他才坚定了信念，坚决不迎娶荣阳公主。一抬手，沈夜一句话说不出来，白眼一翻，一头晕倒过去。没想到你沈泽是这种道貌岸然的小人，朝堂上对付不了我，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让您儿子哄我女儿替他做事。哼，你们沈家还真是高风亮节呀！说完，镇国公重重向后一推沈泽。窦姿若的话是真是假，他不想计较，也无需计较，只要窦姿若不是真的怀孕就好，只要窦姿若在关键时候看明白应该站在哪个方向就好。还不回家？窦姿若立刻抹着眼泪朝柔妃扶了一扶，跟着镇国公离开。沈泽被镇国公当着这么些宫人的面提了衣领，自然是心头恼羞。可现在儿子昏迷不醒，又被永久性剥夺了官职，沈泽咽不下这口气，却也只能先带着儿子回去从长计议。然而望着瘫在地上的儿子，沈泽犯愁了。他进宫没有带随从，要怎么把沈夜弄出去？难道他一把年纪要把沈夜背出去？娘娘，沈大人真是好算计啊，险些本宫都要被沈大人算计了，也不知道连累了本宫
齐嫔能得到什么好处？说完，柔妃带人离开。沈泽又是一惊，齐嫔是他的女儿。现在好了，被柔妃狠狠记恨上了。劳烦公公帮忙抬一下。大人，这是荣阳公主的寝宫，你以为奴才们素日眼瞎，不知道沈夜是怎么侮辱我们殿下的吗？您用哪张脸来求呢？你敢如此对本官？内侍翻了个小白眼儿。是的呢。最后只能老胳膊老腿亲自上阵，将沈夜背出去。一出宫门口，立刻有沈家人上来接应。沈夜是背出来了，然而沈泽差点要了半条命，气喘吁吁，白眼一翻，一头栽了过去。沈家人顿时乱作一团。沈家如何乱，苏青青一点也不关心。她的目的很简单，通过观察沈泽方才的态度，迅速地判断出沈泽素日肯定也依仗原主对沈夜的喜欢而对皇上不那么畏惧，那他要打击的目标就不只是沈夜了。而他心里清楚，皇上心头必定是因为之前原主对沈夜的爱慕一肚子火呢，可皇上心疼闺女，忍了。现在不必了，他得给皇上找个机会，让皇上好好的撒撒火。目的达到，苏青青躺在床榻上，仰头望着头顶的纱帐，开始琢磨自己的人生。刚刚他已经和吉祥套了一些话，对原主有了一些了解。原主除了在沈夜这件事上跟鬼上身了似的以外，其余的时候还是挺正常的。当然，这个正常是苏青青眼里的正常。他上辈子做将军，打打杀杀一辈子了，这要真是忽然把他当金丝雀似的养起来，他不得憋疯喽。上天对他也算不错了。上辈子虽然被人暗算，可这辈子起点挺好，娘是皇后，爹是皇上，并且听吉祥说皇上对皇后恩宠有加，对他更是宝贝的不行。简而言之一句话，原主基本都是横着走的，豪横的横。多幸福的孩子呀。午饭饱饱的用过，苏青青让吉祥给他准备一套马装。吉祥领命，飞快地翻出皇上特地的给他定制的28套马装。哎，殿下，您选哪一套？挑了一套素雅的，就这个吧。吉祥欢天喜地的给苏青青换了。嘿，这些马装啊，陛下给公主定做之后，公主因着沈大人不喜欢姑娘骑马，一次都没有穿过，还埋怨陛下不体贴您。现在呀，陛下若是瞧见公主穿了，肯定高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本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诺，公主早该如此。苏青青带着吉祥直奔皇后寝宫，就要见原主的娘了，还有些紧张。知儿莫若母，可别让瞧出来她是个换过心子的。殿下，陛下正在陪着娘娘呢，您若是有急事。为谁？他爹刚刚处置了沈家，就来找他娘睡觉啦，心情这么好。母后若是问起，就说本宫出宫了。说罢，转头带着吉祥离开。皇上给苏青青挑选的马匹自然是极好的，只是因着沈夜的原因，苏青青一直没有骑。最初吉祥还担心苏青青会有些生疏，没想到他家殿下骑在马上，英姿飒爽，简直威风。跟在苏青青一侧，吉祥瞧着自家殿下有些出神。他家殿下似乎是哪里不一样了，可究竟哪里不一样，他说不出来。救命啊！救命！嘿，走，吉祥，去看看。你放开我！我不和你走，我根本不认识你！你放开我！救命！救救我！救救我！姑娘喊得撕心裂肺，围观的人很多，但是上前帮忙的却是没有。不是大家没有同情心，实在是那肥胖的男人身侧站了4个面容凶煞的男人，人人手里抱着一柄刀，杀气腾腾往那儿一站。除非是这姑娘的血亲，或者是武艺高强者，旁人谁敢上前？求求大家，求求大家，救救我吧！我娘害我病在床，救救我吧！那姑娘眼看挣脱不开，将所有的希望落向周围围观的百姓。百姓愤怒，但也仅仅局限于愤怒。
那肥胖的男人被这姑娘哭得失去了耐心。婊子，再哭老子当街办了你！说着，他一把扯了那姑娘的衣衫。夏日衣衫单薄，这样一扯，顿时春光乍泄，羞愤至极，知道跑不掉。那姑娘眼睛一闭，满面求死之心，朝着马车便一头撞过去。嘿，婊子玩意儿，敢咬老子！迫不及待地将人一把推上了马车。吉祥坐在马背上，气得面色铁青。殿下，奴婢去。苏青青微微眯起的眼睛恢复正常，抬手制止了吉祥。不用。吉祥一愣，错愕地看向了苏青青。殿下。吉祥狐一见，苏青青瞧着那已经离开的马车。吉祥，我们跟上。随着话落，骑马跟上已经离开的马车，吉祥忙追上。殿下，此刻若是不拦下，那车里的姑娘必定要被遭奸啊！苏青青没有理吉祥，只盯着那马车的身影，不远不近地跟着。此时，京都最大的酒楼春风楼3楼，一位面容清俊的年轻男子端着酒杯，悠哉地望着苏青青远离的身影。他身侧立着一个随从模样的人。殿下，那位便是荣阳公主。听闻荣阳公主仗着有几下拳脚功夫，素日喜欢行侠仗义，如今看来，不过是她粗俗蛮狠的幌子罢了。被称作殿下的人名唤荣雀，乃大燕国太子，此番秘密地前来少国，为的是给自己选联姻的太子妃。大燕强大，少国有心求庇护，平战乱。为了表达诚心，提出公主和亲。荣雀的父皇看上了少国的旷野，同意了和亲一事，但是要求和亲公主必须带着5座玉矿作为嫁妆。政治婚姻本就无感情可言呐，可荣雀想要自己挑一挑这太子妃人选，毕竟若是太过草包，去了他府上不出半个月就得死，何必呢？瞧着苏青青离开的背影，荣雀勾着嘴角轻笑。这个荣阳公主倒不是徒有容貌。苏青青的五官称得上是绝色，可惜她选的太子妃不是个花架子，得选个能活下去的。得荣雀此言，那随从眼底闪过嫌恶。殿下，这荣阳公主的确容貌上乘，可性子太过蠢钝。为了少国一个6品小官，连脸面名声都不要的倒贴，偏偏人家还瞧不上他，屡屡折辱他，他倒是越挫越勇，简直不知名节为何物。名节能当饭吃吗？名节能保命吗？殿下，莫非您当真看上这位公主？可她虽然蠢钝如猪，可也是少国皇帝的心头宝，少国皇帝怎么可能拿她和亲？拿谁和亲，轮不到他说了算，本王说了算。随从不再反对，毕竟这是事实，他大燕国的势力岂有少国还罪的余地？属下还是觉得这荣阳公主不妥，不说她蠢笨，单单她对那叫沈夜的人的痴情。这属下正说话，酒楼雅间的门被人推开，随着大门响动，这随从转头去看，见到来人，登时说道：殿下，明禄回来了。明禄被荣雀派去打听少国宫里的事情，此刻回来应该是得了什么消息。殿下，宫里刚刚传出消息，少国皇帝重罚了沈家。怎么回事？听宫里传来的消息，今日一早，荣阳公主突然就对沈夜失去了兴趣，随即找出沈夜与窦姿若大不敬的罪名，当时就请了镇国公和沈泽过去。少国皇帝替荣阳公主做主，罚了沈泽10年俸禄，沈夜则被免官，永不得录用。这荣阳公主真是翻脸不认人啊！昨日还因为沈夜一句话，差点跳到金水河去捞沈夜落下去的扇子，今儿就把人家罚成这样，当真无情。无情好啊，无情才能不被情所困。成大事者，谁能有情？这世上的事，谁动了情谁就输了。这情是软肋。之后不知发生了什么，是沈泽将沈夜一路背出宫的。此时沈家已经乱了，沈夜和沈泽父子都昏迷不醒。
镇国公府呢？镇国公只是被叫进宫，却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不过镇国公回去之后就将豆子肉关入佛堂，听说禁足半年。荣雀挑了挑眉，少国的皇帝当然不会处罚镇国公了。镇国公的妹妹柔妃娘娘膝下可是有个公主呢。如果所猜不错，少国皇帝是打算用柔妃膝下庆阳公主和亲呢。而少国皇帝这次之所以让镇国公进宫，应该是为了警示镇国公吧。同意庆阳公主和亲，他就还是尊贵的镇国公；若是不同意，选择便是一个参考。选谁做他的太子妃，岂是少国皇帝能决定的？而此时，苏青青与吉祥跟着的那辆马车已经驶出了城门，直奔京郊一片小树林。竟然真的跟来了！跟来做什么？我衣服都穿好了，还得再配合你们演戏。一会儿你不许扯我头发。少废话，主子的命令，有本事和主子抱怨去。不扯头发扯哪儿？扯衣服。切，美的你！老娘早晚嫁得出去。哼，行啊，你若嫁得出去，到时候我送你10座宅子。你说的，你要是反悔，你是王八。嘿，娘的，就是老子说的。行了，闭嘴吧，人来了，招呼起来。哼，怎么，姑娘，这是眼馋老子刚刚抓了的那个姑娘，也想来尝尝爷们的滋味？你放好啊！说完，苏青青身子只轻轻一闪，便从马背上跃出，同时手里一根马鞭挥了出去。吉祥顿时惊得大睁眼。啊，我家殿下是有点功夫，不过也是花拳绣腿啊，什么手功夫这么厉害了？这飞出去的样子完全就像是离弦之箭啊！哎呦！吉祥眼睁睁地看着他家殿下挥着手里的一根马鞭，鞭子若刀子一般，一下一下落到那个肥胖男的身上。而那个肥胖男明明正在努力的反抗，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怎么可能？吉祥是皇后专门挑选的人，他的功夫不差，从那胖子的动作形态就能大约判断出，那胖子的功夫绝对也不低。怎么会被他家殿下用马鞭揍得招架不住啊？让吉祥更为震惊的是，他家殿下明明是被4个带刀的人包围，那4个手握大刀的人明明都提着大刀想冲上去厮杀，可偏偏他家殿下仿佛用鞭子结成了一道屏障。鞭子飞舞，那4个人竟然分毫不能靠近他家殿下，但凡靠近就会被鞭锋逼退回去。他家殿下足足震愕了2个弹指的瞬息，吉祥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提着手里的马鞭朝着苏青青奔去。然而不等吉祥赶到马车边，战斗已经结束，那肥胖的男子被苏青青用鞭子抽得满身是血，瘫在地上几乎没有了呼吸。苏青青一脚踩在他的胸口，手里提着鞭子，嘴角带着戏谑不羁的笑，看向那4个提到的人。刚刚不是很想冲上来吗？来呀！谁想来试试？那4个男子彼此的相视一眼，握着手中大刀，齐齐的向苏青青扑来。这4个人的功夫绝对不低。然而苏青青纹丝不动，眼角眉梢带着漫不经心的笑，抱臂提着马鞭，看着4个人扑过来。就在那4人齐齐举刀的一瞬，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4个人的裤子齐刷刷的落地，露出了裤子里的光屁蛋。怎么可能？他们可是太子殿下亲自挑选的人呐，武功一向算是顶级，怎么刚刚裤子被这公主抽断了腰带，他们4人竟然无一人察觉？少国的荣阳公主功夫这么好，爽吗？苏青青扯嘴一笑，对面4个壮汉苏青青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将4个壮汉活捉。收拾完毕，苏青青朝马车走去。马车里的姑娘倒吸一口冷气，这公主太他娘的能打了，还好老娘扮演的是好人。车里的姑娘眼睛一闭，身子一横，装晕过去。
身上衣衫早就被他自己个儿撕了个七七八八，活脱脱一个犯罪现场。哎，你自己醒来，还是我一鞭子抽醒你呀？这公主什么意思啊？别装了，你们本就是一伙的，眼看着同伴被打，你不下来帮忙，现在还要继续伪装？哼！哎呀妈呀！卯足了劲儿从车窗钻出去，然而车窗外立着4个被绑在一起的光溜子男人，他一头就撞到了那4个男人的屁股上。哎呦！吉祥忍不住大笑起来，一面笑一面按照苏青青刚刚的吩咐，将那还处在懵逼中的姑娘给绑了。殿下，您怎么知道她一定是从这个窗子飞出啊？她头朝这边躺着，想飞身翻出，自然只能走这个窗子了。吉祥敬佩地看了一眼他家殿下，哎呀，这气势活脱脱像个将军呢。不到1刻钟，吉祥将抓到的人全部塞进马车。吉祥赶车，苏青青骑马，捎带着牵着吉祥的马，主仆俩回宫。回程路上，吉祥犹豫了几次，终是朝苏青青说道：殿下的功夫怎么好像一夜之间就长进了这么多啊？不好吗？自然是好的，就是太突然了。苏青青笑笑，不再说话，直视前方。说什么？说老娘不是你家殿下，老娘征战沙场10几年。这殿下明明是自家殿下，但是又不像自家殿下，真是奇怪。对了，殿下，您怎么知道这姑娘和这些人是一伙的？猜的。哼，这些人的出现十有八九是因为他，有人要用这些人引他上钩，或者有人想用这些人来试探他。荣雀慵懒地端着酒盏，时不时地呷上一口，兴致颇高地瞧着底下的人群。忽的一个人影跃入他的视线，五官妖媚，眼波妖娆，偏偏一身马装穿在身上，又带着浓烈的杀气。这就是传闻中少国的草包狄公主吗？可见小道消息啊，都是不可信的。殿下，那不是咱们的马车吗？荣雀早就看到了，看来有事情要做了。将酒盏随意地朝桌上一掷，抬脚离开。一道抛物线在空中划过，那酒盏稳稳地落在桌面上，一滴酒水也未洒出。苏青青带人回宫，才到宫门口，便有皇后娘娘跟前的婢女迎了上来。公主殿下，娘娘说让您回来就去见她。吉祥，你带着人回去，若是有人上门闹事，不必客气。丢给吉祥一句吩咐，苏青青抬脚直奔皇后寝宫。听到动静，满目蓄着笑朝苏青青看去，看见她一身马装，英姿飒爽，因着薄汗，小脸泛红，越发衬得明艳不可方物。瞧你这一身汗，快过来喝这绿豆汤。苏青青从小到大没有感受过什么亲情温暖，她体会最多的只有铁汉战友情。笑盈盈挨着皇后坐了，端起桌上的小碗一口干。皇后没好气地在她脑袋上戳了一下。哎呀，你急什么？又没人和你抢，小心呛着。就大碗酒喝惯了。今儿的事儿，倪父皇和我说了，这是当真想通了，别哪天又后悔，到时候又求着你父皇给沈烨官复原职。你父皇这一国之君可……母后放心，我不后悔的。苏青青说的坚定，皇后看了她一瞬，笑了。母后真高兴啊，我们的亲情可算是长大了。那一会儿弟弟回来，可不许和弟弟拌嘴了。原主有个8岁的弟弟，名叫苏恒，姐弟俩原本感情不错，可因着苏青青对沈烨低三下四的疯狂无脑的爱慕，苏恒屡劝不止，姐弟俩关系便有些冰冻，一见面就吵架。他没有原主的记忆，仅知道的一点都是听吉祥说的。才说话，一阵小跑的脚步声传来，
8岁的少年迎着夕阳，眼底闪着晶晶光泽，满头大汗，一路跑过来。你总算改邪归正了。哼，活像个夫子啊！啊，我改邪归正啦，有奖励吗？默了一会儿，少年红着脸从书袋里掏出一只小糖人儿。苏青青一愣：“你不吃？”苏青青抬手接了，放到嘴边舔了一小下，甜。说来可笑，他长这么大，还从没吃过糖，头一回吃，竟然是吃到了原主弟弟给的奖励。他自己也有个妹妹，不知道他出事之后，妹妹过得如何。上一世的事在脑中涌现，苏青青很快将其拨至一边。你专门给我买的？谁专门给你买了？是别人给我的，我不要，才顺手给你的。明儿带你骑马去。姐弟关系冰冷了那么久，谁要跟你去骑马？就你的技术，我怕你摔下马来哭。到时候我打兔子给你玩。你打兔子？哼，别打我打好的兔子，我就算你念咱俩一母同胞了。娘娘，陛下说大燕国太子出使我朝，突然抵达，今晚上要在宫里摆洗尘宴。婢女口中的大燕国3个字就像是3声响雷，炸在她天灵盖处。皇后大吃一惊，匆忙起身就朝外走，一面走一面细细询问婢女有关大燕国太子突然抵达的事。苏恒看了一眼落在地上的糖人儿，没好气说道：“喂，哎呀，你怎么连个糖人也拿不住啊？”苏青青回神，转头看向苏恒，他一颗心跳得奇快。大燕朝的太子叫什么？大燕朝3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难以压制的颤抖。苏恒翻了个白眼。姐，这种假装失忆的游戏我5岁就不玩了。虽然你如今知道自己错了，想要哄我高兴，可也不至于这么拙劣吧。苏青青深吸一口气，压着心头翻滚的波涛，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她以前翻过那些小丫鬟们读的话本子，那些穿越的人都是穿越到一个不存在的朝代里。邵国的皇帝姓苏，邵国毗邻大燕国，国力弱，国土小，一直安安分分，从不向大燕国滋事。他知道邵国人的口音，可刚刚穿越来的时候却没往这方面想。大燕国的太子怎么亲自来咱们邵国了？他吐出邵国2个字儿，去着苏恒的反应。苏恒翻了个白眼。哎呀，我的姐，你无不无聊啊？你要当真没得和我聊，不如说说你是怎么想通的。苏青青心头狠狠一动，她猜对了，这里就是邵国，所以她没有穿越到不存在的朝代。心跳越发的快，似乎那颗心就在嗓子眼儿。怎么想通的？见过大燕国太子容却的容貌，谁还看得上沈烨？呼吸几乎屏住，等着苏恒的反应。姐，你见过大燕国太子？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一辈子没有流过泪的铁血将军，这一瞬想哭。大燕国的太子还是容却，那也就是说，现在距离他战死沙场的时间差的并不多。哼，老娘还报仇有望。想要知道的事情已经有了结果，报仇之事并非一朝一夕。苏青青低身将落在地上的糖人捡了起来，瞧着苏青青盯着那碎了的糖人看。哎呀，姐，不就一糖人吗？你这样，我像一辈子没吃过糖的。我喜欢吃弟弟送的糖。苏恒，就很突然。与苏恒闲话几句，苏恒去温习功课，苏青青回到自己的寝宫。殿下，那几个人奴婢都关偏殿了，现在什么？吉祥捧茶上前，换了家常舒适的衣衫，苏青青四仰八叉的往床榻上一躺，睁着眼睛盯着头顶上的帷幔，心潮涌动。把人都送出宫去。啊？送出去？殿下不查他们来历了？
来历，联系方才苏恒提到的，荣雀前来少国是为了和亲一事，他还有什么猜不到的？人是荣雀的，他试探的也不仅仅是他一个，怕是皇家几位适龄公主，他挨个都试探了个遍，现在试探完了，就突然抵达了。晚上的宫宴，给我挑一套大红裙装，要绣了金线的。殿下，这可不行，您这么穿，那庆阳公主穿什么才能比得上您的风华分毫啊？凭什么让她比得上我？殿下，这次大燕国太子选太子妃，陛下要让庆阳公主去和亲，自然得让她更夺目一些呀。这个时候咱就不争了呗，反正啊，她肯定是比不过您的。哼。在大燕国的时候，他虽然不参与各位皇子的夺位大战，可不代表他对那些皇子们的明争暗斗不清楚。那狼腾虎穴一样的环境，岂是谁去了都能活下来的？纵然活下来，可荣雀若是没有登基，那将来被送去的公主，便是大燕国与少国开战的引子。于公于私，他去最合适。没有哪个公主比他更了解那边的情势了。他既是占了少国嫡公主的名号，替自己报仇的同时，理应替少国谋一份安稳。接风洗尘宴虽然准备的仓促，可金碧辉煌的宴席大殿依然透着浓浓的奢华，昭示着少国对大燕国的讨好之意。特意来迟的苏青青在万众瞩目之下款款进殿。皇后皇上登时齐齐眼皮一跳，盛装打扮下一身亮眼的大红裙装，流光溢彩，越发衬托的她妩媚动人。她一出场便立刻引起了大殿之内不小的骚动。如妃原本愁眉苦脸的坐在那儿，一想到女儿要去和亲，她这心就针扎似的疼。可现在眼珠子滴溜溜一转，柔妃朝大燕国使团那边看去。荣雀眼睛似抬非抬，靠着椅背看苏青青款步上前。父皇母后恕罪，儿臣来迟了。转而看向了荣雀，荣雀身边坐着几个大燕国的使臣。苏青青作为武将，与京都的官员来往并不多，这几个人里他只认得一个，兵部尚书项征。这位可是大燕国威远侯的铁杆追随者，而威远侯是二皇子的亲外祖父。荣雀选太子妃来的人却是二皇子的追随者，哼，有趣呀。这位便是大燕国的太子殿下。扫了一眼在座的所有公主，然后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待到苏青青落座，柔妃抢在皇上开口之前，朝荣雀说道：我们公主殿下之所以迟到，想必是为了这宫宴特地用心打扮了一番，所以才……哼，我母后还没有说话，你有什么资格在这种场合多嘴多舌？苏青青白了柔妃一眼，打断她，将傲慢无礼与愚蠢无脑发挥得淋漓尽致。说罢，犹不忘嫌弃地瞥了庆阳公主一眼。本公主是少国的嫡公主，自然不是什么人都比得上的。本公主用得着专门打扮？笑话！项征即使来了，他怎么能让荣雀选一位能干的太子妃呢？皇上皇后也都快疯了，这好好的孩子怎么就来了这么一出？难道他并没有彻底放下沈烨，而是终于把自己折磨疯了？苏恒黑着脸坐在那儿，气得全身发抖，反倒是柔妃和庆阳公主差点高兴的失去面部管理。胡言乱语什么？国宴之上，岂容得你放肆？还不赶紧退下，闭门思过去！简直是胡闹！姑娘言重了，公主殿下这是天真浪漫，率真可爱。哈哈，见了公主殿下，倒是让臣想起了我朝的七公主，也是这般无拘无束，不失本真。苏青青睁着大大的杏核眼，仿佛一点不知道这位七公主是出名的横行霸道、蠢钝残忍。你们那位七公主也会狩猎射箭？哈哈哈哈！公主殿下竟然还善骑射，那正好，我们太子殿下一向喜欢骑射。外臣斗胆求陛下应允，既是天朗气清，明日不妨带我们见识一下贵朝的猎场。象征既是来出使，
自然是有很大的权力来干预太子妃人选的。他作为大燕国二皇子党的人，肯定是要给太子选一个既拿得出手，又无脑愚蠢，还事儿精的人。青青现在简直是象征的完美人选。好说，明日便安排。谢陛下恩典，臣期待公主的建树。荣却意味深长地看着苏青青，苏青青挑眉，直视过去。宫宴一结束，皇上皇后苏恒便齐聚苏青青寝宫，皇上气得脸都青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要当真还喜欢沈烨，父皇哪怕豁出去一个一言九鼎不要，豁出去皇家颜面不要，给沈烨官复原职呢，也好过你今天发疯强。姐，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根本就没有忘了沈烨吧？你就是怪父皇一直没有赐婚，所以今儿才闹了这么一场。我还当真以为你放下沈烨了，还专门托人从宫外买你最喜欢的糖人儿。你真是苏青青心下感叹，这爹娘弟弟对原主的感情。你们凶我做什么？谁去和亲还不是父皇说了算？我就是看不过青阳把我比下去。姐，就连我都知道，这和亲看似咱们说了算，可大燕国那边若真的是要点人，我们根本就无力拒绝的。你这么大个人，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哎呀，点人就点人呗，他们要真是选了我，我就去。胡闹！父皇凶什么？荣雀身份高，长得好，什么都比沈烨强，我嫁给他又不委屈。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和亲意味着什么？在少国，尚且有父皇母后庇佑，去了那里，谁维护你呢？受了委屈，谁能管你呢？你以为嫁给太子，做了太子妃，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别做梦了！我今儿打听到了，那荣缺在大燕国根本就是地位不保，没准哪天他就被拉下马了。你以为他堂堂太子为什么来这边选太子妃呢？那是大燕国觊觎咱们的玉矿，所以只能牺牲他的婚事来和亲。不然谁家的太子好端端的要和亲呢？为什么偏偏选他而不选别的皇子？因为大燕国的皇上最不喜欢他。原来如此，就说呢，好好的大燕国为什么要荣雀来娶少国的公主？哪有你们说的这么夸张啊？夸张？你弟弟说的一言不差。明日的狩猎你不许去，只有和亲，他们若是当真点了你，朕会想法子拒绝。从今儿起，你不许出门一步。不行，苏青青立刻拒绝，皇上哪容他胡闹，转头吩咐下去。公主若是离开寝殿一步，朕必不轻饶你们。别人躲之不及，偏你上赶着，你真是要急死我们才甘心吗？听你父皇的，不许再胡闹。父皇母后放心，从现在起，我就在殿外守着他，绝不让姐姐出去。陛下，大燕国的向大人派人送来一套马装，说是送给荣阳公主殿下的。父皇，你看人家都……明日朕会告诉他，你今夜太过激动，不慎翻床落地，摔了腿，去不得了。苏恒说守着苏青青，那真是一点不含糊。皇上皇后一走，他搬了桌椅板凳，便直接对在苏青青寝殿的大门外，命人点了蜡，彻夜看书。眼见如此，苏青青干脆洗澡上床，踏实睡觉。反正有人比他更着急。苏青青寝宫这边的动静，转眼传到了柔妃那边。母妃，父皇也太偏心了，同是公主，他怎么就舍不得苏青青，偏舍得我？放心，有母妃在，断然不会让你当真去大燕国的。母妃有法子？那明日狩猎，我装病不去。去啊，为什么不去啊？大大方方的去，不光要去，你还要表现出爱慕荣雀的样子。啊？
你越是表现出爱慕容雀的样子，旁人就越觉得你心里已经接受这亲事。如此，等到苏青青成了去和亲的人，那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他抢了你的亲事。这样，父皇不光不会怪罪我不去和亲，反倒会觉得委屈了我。不止啊，不止。母妃自有安排，明日你只管踏踏实实的跟着去狩猎就行。青阳公主安心回了寝宫，她一走，柔妃当即写了便条，命人递出宫去，送到了镇国公府。而此时驿馆行宫，容却坐在宽大的书案后，正捧着一本少国的地方志翻看着。明禄一脸急色从外面进来。殿下，咱们的人被放出来了。容却看书的目光顿住，停了一瞬。这荣阳公主也不怎么样。他们应付过去了？不是，荣阳公主连话都没问，直接就放了他们，还让他们给您带了2句话。这一下，容却的目光从书本挪开，看向了明禄。荣阳公主说，殿下是她的满意吗？哈哈哈，竟然猜出来了。另外一句呢？另外一句，荣阳公主说，殿下若是满意，那就看殿下有没有本事把人带走了。殿下，他挑衅你。是激将。殿下可莫要上他的当。不上他的当，怎么把人带走呢？殿下当真要选他？就算他与传闻不一样，可这人看着就是个搅事精。今儿在宫宴上真是出尽风头，这种人带回去，不是给咱们添乱吗？明禄，你怎么看？明和知道荣阳公主能抓了殿下的人，还能说出这种话，那向大人兴许也觉得荣阳公主是个世精。不过宫里传来消息，荣阳公主被少国皇帝禁足了，明儿的狩猎她必定是去不成的。少国皇帝一向偏爱荣阳公主，怕是不会同意让她和亲的。他说不行就不行，这事儿咱们殿下说了算。这事儿得向大人说了算。送一套马装到镇国公府，给窦大小姐。是。吉祥，找套马装出来。殿下，您就不要和陛下拗着来了。哎，不说别的，您且心疼心疼四殿下呀。他昨儿守了您一夜，这早起呀，奴婢就瞧着他眼睛红得不像话。你心放肚子里去，要是没有内侍传旨啊，我一定一步步出这个门。我信你个鬼！传陛下口谕，今日的狩猎于4时整装出发，殿下若要前往，万不可再迟到。啥？殿下，您怎么知道陛下一定会同意的？我不知道啊，我不是说了吗？父皇不同意，我肯定不出门。你觉得我信？不信就对了。正说话，苏恒沉着脸，像个操心的小老头一样进来。苏青青鲜少能感受到来自亲人的关心，还是这样处在眼前的直白的关心。你个傻子，当真守了一夜呀？你就不知道睡会儿让随从守着？守了一夜有什么用？你今儿不还是要去？这可不是我非要去的，父皇都传旨了。去了不许和容却说话，不许再和昨天一般出风头，你就跟着我。是啊，遵命，四殿下。你像什么话？苏青青抬手就在苏恒头上揉了一把。苏青青，哼哼，乖弟弟。吉祥捧了苏青青的马装过来，苏恒一眼瞧见那大红的颜色，刺目的眼皮一跳。不许穿这一身。为什么？你知道昨天晚上的宫宴，那群男人看了你多久吗？其实再穿这么一身亮眼的，那容却又不瞎，万一他非要选你怎么办？哎呀，还有头饰也不许戴得太亮眼了。顿了一下，苏恒瞥了一眼苏青青的装饰匣子。哎呀，就别戴了。正挑出一堆翡翠耳坠的吉祥，颤巍巍的将耳坠偷偷摸摸的塞了回去。殿下说的对，还是别戴了。这是不美了，但是怎么好像又拐到另外一种美上去了？
哎呦，家有姐姐长得太美怎么办？在线等，急！宫门口，荣雀一身马装，玉树而立。听说殿下一早派人送了一套马装去镇国公府，怎么搁着皇室公主不选？殿下是看上了镇国公府的小姐？镇国公府的小姐不好吗？正说话，公道里苏青青和苏恒出来了。荣雀纵然算是见过不少美色，可瞧着对面素面朝天、英姿飒爽的女子，还是不由得一怔，旋即他挪了目光。正好镇国公府大小姐窦姿若穿着他送去的那套马装出现在视野里。荣阳公主好气场，昨日宫宴已经惊为天人，今日一见竟然有别样风情。象征雨落，却没有听到回应的声音。他转头看向荣雀，只见荣雀压根没有朝公道这边看，而是盯着右前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哦，窦大小姐。象征一愣，继而嘴角勾起冷笑。荣雀想要选这位窦大小姐？苏青青这般美色，沈夜都能被窦大小姐迷得七荤八素，不仅不肯接受苏青青的爱意，还屡屡恶言相向，心头眼底只有窦姿若一人。而现在沈泽被罚俸，沈夜被罢官免职，永不录用，一场男女情事却让镇国公府将沈家彻底踩在脚下。不得不说，这位窦大小姐好手段。殿下莫要忘了，来少国之前，陛下可是说得清楚，要殿下选和亲的公主。父皇要的不过是少国的玉矿而已。纵然我选了窦家的小姐，只需少国皇帝将其封为郡主，出阁一样能带着玉矿做嫁妆，不劳向大人操心。再说，我也没说不选公主呀。说罢，荣雀转身离开。殿下，他俏生生立在那里，含羞带怯喊了一句。荣雀顿步，偏头看过去，青阳公主红着脸。多谢殿下送我表姐的马装，我也很喜欢。殿下能也送我一套吗？这说话，苏青青和苏恒出了宫门，朝这边走来。荣雀转头看过去，青阳被苏青青打压了数年，酸酸说道：容颜很漂亮吧？哗众取宠，跳梁小丑而已。青阳公主没想到荣雀竟然说出这种话来，这话苏青青肯定听到了，下颚微扬。青阳看着苏青青，苏青青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他，笔直地走到自己的轿辇旁。记得我说的，不许和荣雀走得近。知道啦，管家精。人家都说我跳梁小丑了，我还凑什么热闹啊？象征看看青阳公主，再看看窦大小姐，想着荣雀刚刚那句话。我也没说不选公主呀。不由得眼皮一跳，莫非荣雀想要选青阳公主，但是同时也要带走窦大小姐？彼此怀着心思，直到皇上的轿辇从宫中出来，队伍启程，直奔猎场。半晌午，众人抵达，众人三三两两闲散着。这荣阳公主怎么一点都没有装扮就出来了？哼，这还用问？人家大燕国的太子都说了，哗众取宠，跳梁小丑，他肯定是想用这种法子吸引男人呗。没了沈夜，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谁呢？呸！真以为自己长得貌若天仙，不加装扮也能迷倒众生呢。昨儿他在宫里闹了一场，瞧瞧把沈家祸害的，真是恶毒，还说是喜欢沈夜。我看啊，谁被他喜欢，谁才是真倒霉。他旁边是户部尚书家的女儿。我听说你这衣服是大燕国太子送的。这话登时阻断了几位贵女的议论，纷纷朝窦姿若看来。不知道会不会惹容颜公主生气，之前她就误会我和沈夜了，总是和我过不去。现在窦姿若只以为自己的名声毁尽了，却没想到今儿一早上竟然收到荣雀的礼物，这转机来得太及时了。父亲说只要他能配合庆阳做好这次的事情，
必定能向陛下给他请封一个郡主的称号。其实，之前我和沈烨当真清清白白，我只拿他当兄长一样，不然大燕国的太子殿下也不会送我礼物。可荣阳公主总是误会我，这次她好像很喜欢大燕国的太子。你怕什么？又不是你求着大燕国太子送你的，人家主动送的，他难道还敢责罚大燕国太子不成？就是，他有本事责罚沈烨，莫不是也敢得罪大燕国的太子？哎，若若，你就是太善良了。这边说着话，庆阳公主走近了，朝窦姿若热热乎乎地说道：“表姐，父皇要出来了，咱们过去吧。”窦姿若忙和身边的贵女们告辞，姐妹俩离开。她们一走，户部尚书家的小姐撇嘴：“你们信他和沈烨之间清清白白吗？”你们信不信有什么大紧呢？大燕国的太子信不就可以了？我听说呀，大燕国的太子想要将庆阳公主和窦大小姐一起娶回去呢。皇家猎场依山傍水，建着行宫，很适合过来游山玩水，放松心情。皇上收整完毕，骑着雄风飒飒的骏马，好心情的与荣雀闲谈。今年风调雨顺，想必贵朝更是国泰民安呢。荣雀跟在皇上身边，目光从窦姿若和庆阳公主身上收回，颔首一笑：“承陛下吉言，一切安好。”注意到荣雀的目光，皇上淡笑不语。今儿一早，荣雀便递了消息进宫，直言他愿意迎娶庆阳公主，但是有一条件，那就是要镇国公府的窦大小姐一同陪嫁。这对皇上来说简直天降喜讯呐！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庆阳和窦姑娘从小一起长大，姐妹俩感情好得很呢。相正输的眼皮一跳，皇上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荣雀已经跟皇上说了什么？恰在此时，苏青青和苏恒一前一后纵马过来，象征瞥了荣雀一眼。荣阳公主不愧是少国的嫡公主，果然非同寻常。荣雀神色冷淡，没有说话。皇上就更不接话了，他巴不得荣雀嫌弃死苏青青。驾！吁！啊！荣雀脸一沉，身子微侧，探过去一把拉住苏青青的缰绳。公主殿下看不到这边有人吗？将苏青青拽得更靠近他。荣雀公然维护，庆阳公主和窦姿若含羞低头。殿下，公主殿下不是故意的。要你多管闲事。旁的闲事我必定不会多管。象征看向荣雀，再看看窦姿若和庆阳公主，这还有什么看不明白的？荣雀娶庆阳，他一点意见没有，尽管他更偏向于苏青青，可窦姿若不行，这女人心机太深，手段玩得炉火纯青，娶回去万一真的成了荣雀的助力，那还了得？不知贵朝狩猎是什么方式？在我朝，我们习惯于分组比赛，几人结成一组，一组对峙论输赢。我喜欢。怎么，向来人打算和我一组吗？姐姐不是说要教我打兔子吗？你都答应你弟弟多少次了？总食言，今儿啊，你就和你弟弟一组。我与庆阳公主一组。雨落，他朝庆阳公主和窦姿若看过去。好吗？一句好吗，惹得后面一片贵女心头鸡叫。啊，怎么这样？他好会啊！苏青青无语的翻个白眼儿，浪个屁！窦姿若红着脸看荣雀。那我呢？你在这里等着我，想要什么，我打回来给你。啊！我不行了，他怎么可以这样？贵女们，哎，荣雀已经这样说了，象征再怎么想让苏青青和荣雀一组也无法，只得暂时如此了。其他的组很快分好，狩猎开始前，礼部设坛祭天，
随着皇上第一支箭射出，比赛正式开始。窦姿若没有参赛，只坐在营地吃着果子，与旁边几位同样没有参赛的贵女闲聊。若若，你当真要去和亲吗？若若，这位太子殿下好温柔啊，长得还好。和亲虽然远嫁，可好在有青阳相伴，而且太子殿下他很好，只要没有意外，我还是很愿意。林间，苏恒一箭射出，对面2只兔子被他穿了个糖葫芦。姐，咱们不求比赛结果，只求一点，你离荣缺远远的。知道啦，咱俩这眼看着就来采蘑菇了，我离他还不够远吗？哎呀，我是为你好，你。姐弟俩正说话，忽的一道火红的影子一闪而过。姐，火狐，刚刚是不是火狐啊？上次狩猎，苏恒就眼馋别的皇子，打到了火狐，而他只打到了小兔子。这次遇上，他立刻搭箭拉弓，朝着方才影子闪过的草丛射过去，一箭飞入草丛，火红的影子再次闪现，朝着远处跑了。姐，你在这里等我，哪儿也别去。苏恒撂下一句话，策马就追。还是太小了。待到苏恒远离，脚步声踏着草丛传来，苏青青挑眉回头，入目看到的却不是荣缺，而是沈烨。你以为是谁？大燕国的太子吗？别做梦了，他想去的人是窦姿若。你怎么来这里了？皇家猎场，你一个平头百姓也进得来？苏青青，你到底要干什么？抢了你窦姿若的人是大燕国太子，你抓着我有用吗？你不是很爱我吗？啊？你不是为了我可以做任何事吗？这就是你对我的爱？你是故意的，对不对？你就是想看我失魂落魄来求你，是不是？好，你做到了。现在你满意了？说着，沈烨一把将苏青青拉近，凑上去就要去亲吻她。就在沈烨凑上前的那一瞬，苏青青猛地抬腿，膝盖直接撞到沈烨身体某处，突然而至的疼让沈烨脸色骤白。哼，怎么想让我继续喜欢你，然后你和你全家用我的喜欢继续糟践我？沈烨很清楚这次冒险前来猎场的目的是什么。青青，以前都是窦姿若那个贱人，是他挑唆我们，是他说起你坏话，我上了他的当。青青，我们重新开始好吗？我知道你心里还喜欢我，还爱我的，对不对？放你娘的屁！老娘之前爱你那是老娘跟前去条狗，现在老娘不想养你这条狗了，还爱你做什么？擅闯皇家猎场是什么罪？你一清二楚，别逼我把你全家灭门。苏青青，你明明那么爱我，你怎么突然就不爱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突然就不爱了？因为老娘找到了新的狗。苏青青白眼一翻，正在某处旁听的荣某人气血上头，沈烨一步上前扑向了苏青青。想吃老娘的豆腐，哼，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牙口。苏青青抬手一把捏了沈烨的脖子，随着整张脸渐渐紫红，沈烨心头惊恐达到顶峰，紧跟着裤子一热，苏青青嫌恶的将他往旁边草地一甩，滚！再让我看到，别怪我当真一把捏死你。不，这个人绝对不是那个痴爱我的苏青青。苏青青绝对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不然也不会每次都被我推倒。你是谁？你不是苏青青。我数3下，你还没有滚，我就1、2。沈烨不敢多留，连滚带爬从密林消失。苏青青回头，这次看到的是荣雀。
荣雀立在距离苏青青1米远的地方，她俊朗的面容因为眼底的冷笑而显得整个人薄情寡义。苏青青一点惊讶没有，包庇靠在背后的树上。我还以为殿下费这么大力气让我来参加狩猎，结果你不来呢。我若不来，怎么知道在你心里我是何种形象？形象？殿下难道在意你在我心中的形象？我们难道不是互利共赢，彼此利用？想要好形象，殿下不若问问窦大小姐。荣却倒是没想到，这人竟然将话说得这么直白。不自觉，荣却朝苏青青走过去，两人越来越靠近，直到荣却停到了苏青青的脚尖前。问问窦大小姐，你这是在吃醋？放屁！本公主率真坦直，说话无遮拦惯了。殿下若是不愿意，不如去找你的队友。别人对于和亲避之不及，你为什么趋之若鹜？你猜？荣却盯着苏青青，锋锐的眼睛描摹苏青青的五官，想要看透这人心里到底想什么。可惜眼底只有戏谑。你最好不要太蠢。哼，殿下还是想想你自己吧，如何才能把自己想要的人带回去？向大人可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你很了解他。苏青青一心想要回到大燕国，故而在荣雀面前，她有意展露。了解谈不上，但是向大人的七姨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这不是秘密吧？这当然是秘密。这位七姨娘是象征的外室，她一直准备把人抬做平妻的。在大燕国的京都，知道这事儿的人凤毛麟角，但苏青青笃定荣却知道。殿下满意吗？荣却心头惊涛骇浪，他知道苏青青和传言中的草包不同，可却没想到竟然这样不同。他连象征的外室都知道。你在试探我，你还知道什么？我还知道你再不走，我弟弟就回来了。荣却一愣，竖耳细听，目光复杂地看了苏青青一眼，脚尖点地，纵身离开。他才走不过半盏茶，苏恒提溜着一只火壶回来，看到苏青青还在原位，苏恒松下一口气。姐，回去给你做围领。这次你不嫌我大红色惹眼啦？嘿，只要不嫁到大燕国和亲，你涂个大红脸我都没意见。苏青青翻个白眼儿，说的好像你没意见我就真要涂似的。日头偏西，山林里的光线昏暗下来，营地处号角已经吹响3次，催促着林子里的猎人们归巢。等到苏青青回去的时候，荣却正好也从林子里出来，青阳公主跟在她一侧。你们打了什么？苏青青白眼一翻，理都没理他，直接翻身下马，提着战利品去了皇上的营帐。青阳气的小脸一白，磨了磨牙。你等今儿晚上。随着各个小组的归来，营帐内热火朝天，象征喝多了酒，外出放水。小姐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准备好没有？你只管操心你自己的，能不能把大燕朝的太子引到小姐的屋里，都还不确定呢。你倒是操心我。借着营地昏暗的光，他隐约认出来，这两个人好像是窦姿若跟前的婢女。窦姿若要把荣却引到他房里做什么？这几乎不用想，象征脑子里就能有800种画面。荣却想要迎娶窦姿若，如果他从中反对，那这亲事必定难成。可若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荣却和窦姿若亲热场面被发现，那不论他再怎么反对，这婚事也是铁板钉钉了。窦姿若耍手段，不知天高地厚。小姐可是说了，务必让大家误会是荣阳公主给她和殿下下的药。你说荣阳公主能上当吗？她蠢成那样，哪次不是折在咱们小姐手里？若非仗着陛下恩宠，早被咱们小姐玩死了。你放心，肯定没问题。荣阳公主吗？哼！
嘴角勾着阴鸷的笑容，象征招了心腹，吩咐过去。瞧着象征离开，那2个婢女话音一收，从另外一个方向也走了。无人察觉的暗处，明路无声无息转头离开。营帐中的热闹只持续了多半个时辰，便散了。我就不进去了，你回去了就不许再出来。明儿一早我来找你。你操的心着实不符合你的年纪啊，烦不烦？你以为我愿意呢？烦也忍着，等大燕国的使臣走了，你随便怎么，看我管你。撂下一句话，苏恒抬脚离开。咱们四殿下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心里呀不知道多在乎公主呢。他是我弟弟，用得着你在这儿给他解释？呵呵，对。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脱下马装，换了家常衣衫，苏青青扫了一眼床榻下方，问吉祥。吉祥铺着床。殿下，您最近怎么总记不得事儿啊？奴婢家里就奴婢一个，当年啊，还是您从大街上把奴婢给救回来的，这也忘了？我想看看你忘了我的救命之恩没？公主大恩大德，奴婢一辈子做牛做马。若是我去和亲，你同我一起去吗？啊，殿下怎么这么问啊？这不是都定了吗？大燕国的太子殿下要迎咱们庆阳公主和窦大姑娘啊！哎，这窦大姑娘真是，奴婢还当她要被镇国公府送到乡下庄子上青灯古佛一辈子呢。哼，哪成想啊，还有这造化！奴婢瞧着，这太子殿下好像更喜欢她一点呢。不得不说，荣雀的戏做得还真逼真。别管那些，你就说，如果我去和亲，你同我去吗？我要听真心话，你不去我也不怪你。我走之前给你安排个好去处。奴婢可不去旁处，奴婢生是殿下的人，死是殿下的鬼，殿下去哪儿，奴婢就跟着去哪儿。苏青青心里有了谱，便不再多言。倒是吉祥铺好床，疑惑着问苏青青：哎，殿下，方才奴婢留意着，好像刚刚庆阳公主中途出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营帐。你说她不会再搞什么坏吧？啊，管他那么多做什么？烦了一天了，赶紧睡吧。虚虚的打了个哈欠，苏青青爬上床榻。帐子外面的说话声渐渐的稀少，直至没有。听着吉祥的呼吸已经匀称，苏青青屏气凝神。一阵细微的脚步声窸窸窣窣传来，细长的竹管缓缓地递了起来，一股浓烟从竹管中冒出来。转眼营帐大门便被窸窸窣窣挑开，苏青青带着冷意的眼睛闭上。而此时镇国公的营帐中，一个内侍闪身进来。大人，向大人那边动手了，他的人把荣阳公主带到了大燕国太子殿下的营帐里。皇上一心要庆阳公主去和亲，可谁能想到就在今儿一大早，荣雀送了马庄到镇国公府，指明了要给窦自若。荣雀看上了窦自若，这可真是上天开眼呐！之前窦自若将荣阳公主玩弄于股掌间，京城谁人不知？他只稍略略放出消息，说窦自若手段狠辣，心机深重，便足以让象征提防。象征怎么会让荣雀娶一个能干的太子妃呢？今日晚间席间，他特意安排了2名婢女，趁着象征出去放水的档口说了那样的话。果然啊。接下来该怎么做，知道吗？父亲放心，女儿一定能做好。去吧，别让我失望。荣阳公主，你怎么能这样？你不知道羞耻吗？苏恒才刚刚放下书，正揉着眉心准备歇下，听到声音登时一个机灵，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刚刚外面说什么？像是窦大小姐的声音在说荣阳公主。荣雀的帐子里，苏青青的衣衫散了一地，刺得苏恒眼皮突突的跳。我杀了你呀！住手！背后赶来的皇上一声呵斥住，象征晚一步进来，看了一眼屋里情况，震惊问道：
荣阳公主怎么在殿下的床榻上？窦姿若摆着脸瘫在地上，几乎与象征同一时间抵达的镇国公朝他看去。你怎么在这里？怎么是你？说着，他翻身下地，阴沉的脸黑得宛若山雨欲来，浑身透着一股子煞气，坐在椅子上。苏青青白着脸瞪着眼前的人，仿佛失了魂一般。庆阳那贱人害我！镇国公听他扯上庆阳公主，心头一跳，目光刀子似的射向了窦姿若。我今儿一早殿下送我一套马装，我一直想要送殿下点东西以表心意，白天一直没有机会，就想着晚上过来。他脚边是一只扣翻在地的竹篮，篮子里的糕点洒翻一地。今儿一早我在府里做了点点心，想给殿下尝尝。我没有想到，我到的时候容颜公主正在，仿佛那场面不堪回首，又令人惊恐万分。他狠狠地打了个战。我真的不知道容颜公主在这里，明明殿下已经说了要引我和庆阳去探燕国的。今儿上午容颜公主便与我说，让我离太子殿下远点儿，否则对我不客气。当时我只以为她是因为沈夜的事情迁怒于我，我真的没有想到容颜公主是心目太子殿下。你堂堂嫡公主，你爱慕太子殿下，大可和陛下说，陛下怎么会不同意你去和亲？你为何要这般？你胡说！我怎么会爱慕他？我好好的嫡公主，为什么要翻天去和亲？哎，开口就是没脑子的，得罪了大燕朝的使臣。父皇，是有人害我，我已经睡下了，当时是和儿把我送回去的，吉祥可以作证，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来了这里，是有人害我的。公主殿下刚才说是庆阳公主，肯定是她呀，除了她还能有谁？就她总是和我过不去。这话说的一点证据没有，倒是充满嚣张跋扈、蛮横无理。还有你也陷害我！我没有，我怎么会陷害公主殿下？就算是陷害，我也不能用这种法子啊！陛下，这原本已经定了的事，大燕国太子迎娶若若和庆阳公主。若若心仪太子殿下，他怎么会如此陷害容颜公主，闹出这种事情？这和亲的事，皇上太阳穴突突的跳，直觉告诉他中计了。可不论他是不是中计，无论青青是不是被人陷害，现在青青和荣雀这般，他都是必须要去和亲了。气血翻滚，皇上怒不可遏的啪的一拍桌子。陛下息怒，我朝一定会对容阳公主殿下负责的。原本定好的和亲人选是若若和庆阳公主，现在突然变了人，哼！到底是谁设计陷害谁？容阳公主口口声声说是庆阳公主和若若陷害你，可这件事情就臣看来，容阳公主倒成了唯一的受益者。胡言乱语，本宫怎么就成受益者了？本宫受什么益了？你们害人还要倒打一耙？只怕倒打一耙的人是公主殿下您呢。你放肆！臣知道四殿下与容阳公主姐弟情深，可也请四殿下秉公查明。方才以为他是谁？刚刚荣雀下床的时候，分明说了一句：“怎么是你？”自然以为是窦姑娘。今日夜里收到的消息，皇上偏头看去，字条上的字迹清清楚楚。今夜亥初，有话与殿下说。若，你来之前给殿下递了字条？不曾。我与窦大姑娘情投意合，却没想到竟是他。放屁！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你占了便宜，什么事儿都做了，现在还嫌弃我？苏青青这话说的口无遮拦，不合时宜，令皇上本就盛怒的火气一下子窜到了天灵盖。父皇！皇上怒目瞪着苏青青，抬手指着他，却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你以为我愿意？若非我的茶水里被人下了东西，我能分辨不出人来。这话更是将方才苏青青那句什么事都做了彻底坐实。父皇，姐姐一定是被人陷害的。皇上心头怒火滚滚。废话，当然是被陷害的，整件事漏洞百出，破绽昭昭。可陷害又如何？他费尽心思不愿苏青青和亲，原本荣却选定了窦自若和庆阳，他还只当这件事儿已经定了，还真是低估了这些人的魑魅魍魉。皇上狠狠地看向象征，象征倒是一副坦坦荡荡的样子。是我做的，你能如何？能如何？国力不及对方，他无法做到为了一个公主就置少国百姓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下，让苏恒带苏青青回去，转身离开。好好一场狩猎以丑闻告终。回到住处，苏恒想说什么却被苏青青拦住。我想自己静一静，好吗？那烟雾的作用，吉祥还在昏睡。苏恒一走，将简易成榻下的一只大箱子拖了出来。箱子打开，庆阳公主蜷缩一团躺在箱子里，昏迷不省人事。苏青青将帐内一些杂物衣服塞进了箱子，遮盖住她，再把箱子合拢。才做完，忽地听到外面有轻微的动静，荣却如同夜中鬼魅闪身进来。哼，太子殿下真是胆大呀，这个时候还敢来我帐中，怎么就不怕被向大人发现，然后你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了给我做太子妃，荣阳公主殿下竟然连名节都不要了，如此令人感动，我岂能不亲自来一趟？苏青青不要的岂只是身为皇室嫡公主的名节，还有皇上九五之尊的尊严，今儿一起被他给作践了。可他没得选，时间紧迫，但凡他有点别的办法，也不至于就这样将计就计的顺势而为。更何况这一次他若不接招，下一次等他的可能比这次还要卑鄙恶心。殿下深夜冒险前来，就是想说这个？那我听到了，你可以走了。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为何费尽心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和亲？哼，因为本公主看上你这张脸了。我信。哼，既然不信，何必来问？想要知道究竟，等我去了大燕朝，你不就知道了？你最好威胁我。呵呵，现在你没有资本威胁我了。我去不去大燕国，已经不是你说了算。向大人可是喜欢极了我的，声名狼藉，愚蠢不堪，任人摆布。你倒是对自己认知的很清楚。我能理解为你现在是在纠缠我吗？我缠着你，苏青青，你是不是太……不是，那你怎么还不滚？留下来想做什么？怎么，方才茶里的药没有喝到，现在想要补一杯吗？等荣却愤然离开，苏青青冷笑自语：哼，和老娘斗，老娘杀人的时候你还尿炕呢。漫漫长夜，多少人无眠。一日一早，整装归京。陛下，庆阳公主不见了。一夜未眠，皇上眼底乌青，红血丝密布，令他沧桑的面容多了几分罕见的戾气。你家主子昨天就回宫了，说是心情不好，不想在这里待着。父皇，儿臣能坐你的车回吗？苏恒立在苏青青身后，脸色比皇上还要难看。皇上看着他们姐弟俩，心里针扎似的。上来吧。知道原主的亲人们对原主的感情有多好，苏青青竭尽全力安抚皇上和苏恒。和亲一事是一早就定下的，大燕国这次来人也只是来挑选太子妃。既是已经选好了人，象征向皇上提出3日后启程。庆阳公主不见了，
从猎场回来之后，整个皇宫便陷入一种为苏青青准备嫁妆、送她和亲的沉闷气氛中。唯独柔妃的寝宫上下弥漫着焦灼悲痛。镇国公派人在猎场以及沿途反复寻找，没有找到庆阳公主，却是得了一个消息：狩猎当天，沈家的沈烨曾买通猎场侍卫，偷偷进了猎场。二话没说，镇国公当即便令人捉拿了沈烨。时光流转，眨眼到了苏青青离开少国当天，眼睁睁看着苏青青要走，他竟也硬生生地坚持住，没有哭出来，含泪朝皇上皇后行了拜别礼。父皇，青阳妹妹不见3日了，柔妃娘娘这几天一直焦心，儿臣既是要离开，以前和柔妃娘娘的种种恩怨也想做个了断，儿臣能见见柔妃娘娘吗？吉时快到了，我准备了些礼物给柔妃娘娘，本是打算在这里给的，哪成想她身子不适，今儿没来，我想亲自送过去，送了便走。你去吧，我陪姐姐去。好。柔妃寝宫，留了苏恒在外面等自己。公主想要做什么？自然是临走之前送一份重礼给娘娘。庆阳公主被五花大绑塞在箱子中，嘴里堵了破布。柔妃惊了一愣，旋即大哭扑了上去。苏青青却是身子一横，拦住她：别以为你们做的那些动作我不知道，之所以让你们得逞，那不过是因为我想去大燕国，不然你以为就凭你那点伎俩也能陷害得住我？庆阳的肚子里有我喂给他的毒药，毒性每1个月发作一次，若无解药，便若百虫蚀骨，疼痛致死。1个月吃1粒，我保证他1年不死。可若是但凡我弟弟和我母后有任何闪失，你等着收尸吧。说完，苏青青转头离开，然而步子迈出一下，忽地又顿住。对了，你的3皇子也需要这个解药哦，到时候怎么分，就看你这个做母妃的更喜欢谁了。你竟然敢！我有什么不敢的？识相的就给我安守本分。1年之后哄得我高兴了，我继续给你解药。当然，如果你想自己找解药，尽管试试。殿外阳光夺目，苏恒一脸凝重地站在柔妃的寝宫门口等着他。苏青青，你等我，去接你回来。叫姐姐，没大没小。